无人机的干扰技术以及无人机的打击技术，这都源自于中国。其实星链靠的就是什么 GPS， 所以马斯克其实近地卫星有2000多颗，照理讲很难被干扰。那伊朗是动用了国家级的机器，不是派卫队去消灭它，是派无人机去打掉它。我可以告诉各位，这是中国提出的技术支援，这些资源都是来自中国技术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非常先进。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持续的要来关心到中东情势。伊朗这一次祭出了各种的武器，不管是无人机跟电站来封口美国。那另外一方面，包括了美国的星链现在也被打瘫。但是至今大家关心的就是美国的林肯号到底到达伊朗附近了没有？到现在其实美国都还没有出手。难道美国这一次针对伊朗会选择放生吗？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特别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读。首先看到的是伊朗现在内部的示威持续，大家也在看说美国会不会来救他们呢？美国是不是决定不救伊朗了？因为到现在仍然是看不到林肯号航母到达当地，而伊朗现在内部靠着各种的断网，还有电站系统跟无人机，让这个外面的世界完全看不太到内部的状况，代表现在科技已经站在伊朗的这一边，来对这些示威者进行镇压了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美国这一次到底会不会出手呢？如果美国真的不出手，会不会等于就是让哈米尼的家族政权持续的续命呢？这个神权体制有没有可能再统治伊朗20年？如果美国不出手的话，对于整体中东的情势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大家又如何看美国在中东的政权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这是最新消息，来自于英国媒体针对于伊朗内部示威暴动所造成的冲击的最新数字统计。他说，对这一场全国性的血腥镇压，死亡人数已经高达了1.6万人，是伊朗见证47年来最残酷的一次国内的清洗行动。而大家在关心的是林肯号到底要不要来救伊朗呢？目前根据了解，原本是停在南海的这个林肯号航母的打击群是已经正式通过马六甲了，现在预估已经转向印度洋，最快可以在3到4天之内就能够逼近波斯湾了。不过呢，在林肯号要航向这个伊朗附近的时候，美国华盛顿邮报在这个时候特别开酸了。他说，川普在这一次的伊朗的危机当中是第一次感受到了美国军力的极限。就算他说呢，美国开上了这个林肯号到当地，根本不足以压制伊朗。他如果一旦做这种全面的报复行动，更不要说包括了以色列跟阿拉伯的盟友也都要川普不要去打这一场仗，所以呢，现在伊朗内部就开始怀疑美国会不会就只是光说不做呢？引爆了伊朗示威者对于美国的全面不信任。而真实案例我们也要来看到，是川普先前不是说了吗？针对这些示威者，美国会来营救他们。结果我们看到内部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几天发生。38岁的这个伊朗示威者，他叫做希尔扎德，他是一名父亲哦。那原本他亲自参与这场抗议，就是认为说背后会有美国的箱艇。在这场示威活动中，他看到他的同伴一个个的倒下。当时伊朗的安全部队在向他开枪的时候，他甚至还相信美国很快就会到达，没有想到他最后身亡了，也没有等到美军的援助，留下了一名12岁的儿子，发生了这样悲惨的故事。其实，在伊朗有非常多的个案，我们没办法一一的报道。那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就是林肯号迟还没有开向伊朗周边，已经重挫伊朗人民对于美国的信任了吗？所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还剩下多少真实的威慑力？大使怎么看？对，其实这一次整个的这个暴动啊，伊朗政府多次对外说，他说这个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在外部策动，内部的反对派啊，那么里应外合的一次活动啊。那这个东西当然美国不会承认啊。不过川普讲了，这个中间啊，大概是个今年初开始，去年底开始啊，慢慢爆发的。其实爆发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因为伊朗的这个物价、通膨跟它的汇率啊，三者都变得非常的好糟糕，那让伊朗老百姓这个生活上感觉到大不如前啊，前景也不好。所以呢，开始是从
伊朗德黑兰的大市场大巴扎开始了。那个有几个商家开了贴了标语，然后这些一开始就从这里开始，那结束也在这里结束。因为最近有一个大陆的一个在这个伊朗的一个做学问的一个学者，他最近刚回到大陆，有人访问他那个情况，其实他的感觉是伊朗从头到尾没有失控，没有失控。可是他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德黑兰地区，然后有的时候有高有低，可是以他在伊朗见到的这种群众运动来讲，规模是中等的啊。那问题就是说，伊朗这个这一次呢，不是只有在德黑兰有这个抗议事件，伊朗30几个省一半的省份通通动起来了。那这个动起来就变成有人说，就是说这可能是有组织性的，有组织性，尤其。你知道伊朗这个靠近库德族的地区，有库德族的分离主义运动，长期跟伊朗中央政府在做对立的。那另外还有就贝鲁兹的部分，也是有贝鲁兹分离主义，那长期在跟这个伊朗中央政府作对的。那当然这些地方它本来就是有组织、有目标的一种反抗中央政府的作为，当然动乱会比较大。那所以大概差不多有30几个省中有一半。通通有这个所谓的示威抗议事件，那可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就还有一半没有事啊。对，伊朗是有120万平方公里、9000万人的国家，所以这次事件的话，就是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是它并没有燎原。那这个过程中呢，美国一开始川普总统给予他们的资源是非常非常强的，可是是口头上的。对，可是军事行动有没有动？没有动。为什么呢？因为12月底、1月初的时候，这个事情开始的时候，川普那个喊话，西方社会对于伊朗内部的反话，对于他们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包括在这个美国已经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巴勒维总统的儿子、巴勒维国王的儿子巴勒维2世，也开始积极喊话，说你们必须不要放下武器，你们要继续这样子你们才可以达到你们目的，不断的喊话。那西方媒体也帮他们一起造势啊。那可是呢，到了1月8号，这个事情可能是比较严重的时候，这个教士政府他们就开始要断网。一断网之前，川普就说：“你们如果要开杀戒的话，我就要派军队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才派这个林肯号往这个中东方面去。可是呢，没有多久，川普就说了一句话，川普说。他们打电话给我们了，意思就是说教士政权打电话来了。这个我当时觉得就是一个给自己下台阶的，也就是说情势现在控制了。那些在内部再怎么样，在街头上抗争的人，你们不要怕啊，他们政府已经跟我们美国人直接在讲了。那一方面也是给予这些在街头上抗争的一种精神上鼓励，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也是找一个台阶下，并不是说我没有行动。我们。支持你们，让你们在街头抗争，结果你们现在可能会被歼灭的时候，他总是要有一些说法嘛。那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已经怎么样，跟你们的政府联系上。那可是这个事情1月8号以后，这个伊朗政府就革命卫队上街头，大肆捕人呐，而且那个时候死伤有人说2000，有人说4000。BBC 讲的最多 ，BBC 当时讲2000人，可是美国有人权团体说大概500多一点人。那到底多少的话不知道，可是呢，川普呢就警告说，你们不能抓到枪毙的人。可是呢，到了大概十几号的时候呢，12号吧，川普又对外说，我告诉各位大家放心，这个伊朗政府已经同意不把抓到那个800个抗议者杀掉，不杀他们了。所以川普从头到尾就说，既然如此，我就没有必要用兵了，所以就到此结束了。所以你说，如果说你今天你是跟美国跟以色列政府讲好说，我们这个时候起义举事，然后我们把这个现在的这个教士政府政权把它推翻，那你们到是时候你们来帮助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等到的话，请问你如果是参加这一次这个动乱的，对这些组织，或者是你会不会对美国、对以色列，如果说他们就跟这个伊朗政府讲的是他们这2个国家在幕后策动，你会不会产生很大的一种挫折跟一种失望？对，好。
现在目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川普他目前都只限于口头，没有任何军事上面的行动。刚刚大使帮我们回顾了整个时间轴，所以导致了伊朗内部人民是对于川普有极度的一个不信任。那另外一方面，在伊朗内部则是持续的扩大在军事上面对于自己境内的一些限制，尤其现在断的就是网络。他们全国境内9000万人的网络现在政府是直接从8号开始直接打断，顺便呢，大家非常看好的就是美国星链神话也直接被打破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在1月8号那一天，伊朗它封锁它的网络，30分钟内竟然网络流量直接暴跌98.5%，等于是直接全国断网了，并且出动的是这个军规级的手段来干扰美国的星链卫星。CNN 说了，星链已经成为伊朗当局的封锁重点的目标，靠的是什么？来看到 CG 上。伊朗它动用了哪一些国家级的电战3连杀？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射频再加上 GPS 的干扰，直接削弱了低轨卫星的连线，让这个讯号就变得非常的断断续续的。再来就是因为呢，星链它的经济门槛很高，过去2年之内，虽然说已经送了5到10台的星链设备到伊朗，但是对于9000万人口的伊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太少了，杯水车薪啊。最后是伊朗它无人机可以去猎杀这些星链系统，因为星链设置的地方太明显了，不管是在屋顶或空旷处，伊朗政府是直接派出无人机来做巡逻，就把这些星链给这个巡逻抓到所以这个路透社也引述了这个使用者证实说，星链只能在部分地区勉强的使用，而且呢连线是很不稳定的。干哥又怎么看这一次伊朗全面断网，加上干扰卫星、出动无人机猎杀等等电战资讯封锁，对于这一次来说，是伊朗政府能够镇压民众的一个重要配备吗？伊朗已经要动用所有的手段要把星链 Starlink 给摧毁掉。就是要让人民没有办法把画面传到外面去。其实老实讲一句，现在你们所看到的一些断断续续的画面都很珍贵。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走了几百公里才找得到可以让星链接收得到的那个地方去。为什么？因为刚刚主持人也讲了，老实讲一句，其实伊朗国内很少这样子的接收器，其实估计至少要10万台，你大概才没有办法封锁。那伊朗是动用了国家级的干扰，它这方面，除了射频加 GPS 干扰，大家就想说，其实星链靠的就是什么 GPS 所以马斯克他其实老实讲一句，你说他近地卫星有2000多颗，照理讲很难被干扰。可是今天如果说你要动用到国家级的机器的话，它还是可以把它大部分90%以上屏蔽掉。这就是现在伊朗人民没有办法被外界所得知实际上的状况，是最大的困境所在。然后再加上你知道，你这个 Starlink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卫星讯号你都必须是露天的，你必须架设在屋顶上，或者必须架设在空旷的地方，那很容易，伊朗政府不是派卫队去消灭它，是派无人机去打掉它。你听起来会觉得说，技术蛮先进的竟然可以用这种方式，用无人机来锁定阳台上的 Starlink 的接收器，这太厉害了。我可以告诉各位，这是中国提出的技术支援，也就是说，这些资源都是来自中国技术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非常先进，但是这应该要讲成这是军规的，这是军用的。无人机的干扰技术以及无人机的打击技术，这都源自于中国。所以说，伊朗政府为什么能有效的在几个钟头之内，它就让星链传不出去这些讯号，就代表说它真的非常厉害。不过我要讲悲惨的一点就是说，其实伊朗现在国内目前的情况真的非常严峻。我只讲一个数据就好了。2022年大家知道艾哈米就是那一位进了警察局就再也没有出来的女学生，是22岁的女学生。她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她死掉的人就有500人，被关押的人有2万人，到现在这2万人没有放出来。我想你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不管川普你到底是口惠而实不至，你至少要去面对伊朗的确在用神权政治
神权政权在对付自己的人民，这到底是对的吗？我想海峡两岸的朋友们都应该多关注这件事情吧。好，陈杰刚刚刚帮我们提到，美国在关键时刻只说不动哦，那么代表说接下来哈米尼家族的政权会持续的续命吗？有没有可能再执政个20年？上志哥怎么看？这次美国到底为什么不出手啊？最后其实就美国如果出手，真的能赢吗？真的能吗？那么动手真的有用吗？其实当然很多疑虑。其实大家不是说美国军力问题哦。伊朗是一个拥有核武、有8000万人的国家，它不是叙利亚2000万小猫咪啊。可是，所以一旦如果伊朗真的政权垮台乱了的话，到最后关头，核武这些东西的技术是会流到恐怖分子。所以这次我们在思考这些政治跟军力的计算里头，其实还要思考这些像核武生成的问题哦。所以伊朗到底能不能乱？而且要知道，其实伊朗长久以来就是它是不是外力能够轻易摧折把它打破的？因为它跟所有的政权政治不一样。第一个，它是穆斯林；第二个，它在伊朗的政权有它所谓的这种类似由宗教维系着政治。政治的核心不是我们的民主政治或者什么选民投票、民众投票，它是宗教的信仰作为核心，它是一个大家长制。整个伊朗8000万人，你最后看这个国家哈米尼，它其实是一个难以想象，自古以来的大家长制，到现在都没有断绝的一个独特的政治体制，所以不是我们现在在估算这种西方喊话的东西能够做的。所以，而且要知道政权的垮台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微妙的。大家以为就打没有，其实我觉得海明威有一句话在这次 BBC 的评论里头有提到，它叫做一开始是渐进的，然后要有个突发的东西。这是什么概念？其实我们在中东，在很多的政权的体制当中，它最后能够推翻政权，首先第一名能够成功的是叫做军事政变，第二个部分就是全面内战。通常要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的话，他的政权才会真的推翻。所以，但是你看这一次的抗争，虽然没有说很声势浩大，但是是商人、学生、基层来说，他们是为饥饿而战。他们不是真正的要推翻政治，而且这里头最大关键，我认为是什么？部队还是效忠的，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关键。而且抗争后续无力，他跟先军，因为你要在联合国制裁2015年到现在，他们上层社会政权都还有钱东西吃，真正没有能力持续的就是基层啊。所以这跟其他的民主社会的抗争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几个关键因素看得出来，美国最后评估不会轻易打的原因是这些原因。观众朋友，今天特别要来关心到中东的情势，尤其现在战事绝对是一触即发的。中国大陆这一回有祭出了它的红旗，在伊朗会现身吗？另外，美国的 B-52则是路被封死了，再加上美国它要出动它的航母前往中东地区，中东战火现在在看谁会开启第一枪。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送进伊朗的除了有红旗，来自于大陆的红旗飞弹之外，还有米格29。那么以色列的战机的部分也是随时做待命了，可能随时都会开火。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接近中午，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来自于北韩的放话，如果伊朗遭到袭击，将会派兵参战。那纳坦雅胡耶反呛伊朗说，如果你敢错的话，我不排除针对平壤进行攻击。这一套我们今天会来关注的是来自于中伊朝的防空空战加援兵组合，真的能够挡住以色列吗？接下来关心到的是另外2个国家。包括了中国大陆跟印尼，现在挡住了在南海跟马六甲这边的军事航线，是告诉美国说，你的 B-2 轰炸机如果敢来打伊朗，我就让你不好过吗？第3点，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美国的航母，刚刚说了往伊朗的方向前进，还有它的其他武器也都准备到位了，打击清单都列好了，川普什么时候可能进行攻击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讨论。好，先来关心到的是最新消息，现在尤其在空中很紧张，以色列的战机在北部的空域被发现到密集的升空做巡航，进入随时都会可能开火的一个实战了。伊朗方面刚刚说的，出动了米格29战机，双方现在呢在空中对峙，火药味非常的浓厚。而此刻大陆则是派了运输机前往伊朗，疑似好像是里面放的是红旗系列的导弹，这个战力到底对于以色列来说会有多大的威胁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包括了中国跟印尼现在也联手封住了这边的地区，行经马六甲、南海前往中东的路线，试图封锁美军的 B-52
轰炸机经过这个地方。印尼现在最新规划还会再采购40架的巴基斯坦制的这个是雷电的一个战斗机，加强它在空中领域的一个防空系统。那么伊朗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紧张，最新消息，它已经暂时关闭所有的领空了，大量的民航机也因此被迫改道，而过去统计只有少数，也就是2班的航班仍然获准经过在伊朗的上空。伊朗也最新授权了他们的部门说，如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看到没有识别的飞机，一律会视为敌机，是可以立刻对这一些飞机开火的。刚刚提到了北韩也最新消息传出来，是 X 博主说的。金正恩已经警告美国了，停止打击伊朗。如果说我发现伊朗遭到袭击的话，我们北韩会派朝鲜人民军来参战。纳坦雅胡当然很火大了，他也直接怒呛金正恩：如果你真的北韩敢派兵，以色列也会派我们的空军部队针对平壤进行报复性的攻击。而最新消息包括了中国大陆的外长跟伊朗的外长已经见面，并且已经通话了。那么伊朗的外长是说呢，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做帮忙。王毅则是态度比较平稳，他只说希望各方能够保持克制哦。那么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刚刚讲的伊朗的，不管是他收到的红旗或者是米格29。真能挡住美国跟以色列的军队吗？中国现在到底态度是什么？红旗飞弹都已经进入到伊朗了，这个态度上还是这么的平稳，只是劝和而已吗？还是在跟美国在中东地区已经摊牌了？我们今天也会关心到中国大陆跟印尼的角色，挡住了 B52去中东的去路，是在跟美国做警告吗？厉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们先从国际关系来看的话，你知道伊朗是中国原油最大的输出国。所以中国绝对不会坐视它的原油路线的生命线受到影响、受到干扰。你说其他以前中美之间，如果说是因为贸易战啊，彼此之间在黄豆啊或者方面，或许中国还可以接受。但如果说动到原油来讲的话，中国甚至于天然气，我觉得中国绝对不会这个坐视不管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中国也有这个实力。所以看到这个伊朗的外长已经跟这个王毅已经通了电话，等于说王毅也出口。他虽然讲这些话，但是也是力挺伊朗的意思，态度摆得很明显，甚至于放话出来，如果说你美军想要用 B52轰炸机飞越过马六甲海峡，那我在这边也可以跟印尼来讲做一个联合的阻击。那如果这局没有控制好的话，如果万一失控，就会变成一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即将爆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美国并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那川普只是凭他一时之间一个脑门的一个热，作战绝对不是作战没错，政治是指导军事，可是你政治也必须要军事的支持才能够获取战场的胜利。如果说军事的力量没有办法支持你政治上的决定，你这场仗只是乱讲而已，川普只是乱讲。那现在军事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你作战之前有没有做好作战准备任何一场战争，这个你要发动战争之前，都是要用狮子搏兔的力量来完成所有作战准备。我们看到美国对委内瑞拉那时候动用了这个一艘福特级的航空母舰硫磺岛号2栖攻击舰，还有当天发动攻击的时候有动用了数百架的战机，包括到B2 轰炸机，包括到这个 F-22、F-35，还有很多的直升机甚至于上万名的陆战队的士兵都在待命。那也不过就是一个捕捉一个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那其实在之前，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波湾战争。那次的战争，美国从战备集运开始，总共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在做战备集运。当部队运到齐以后，发动战争到结束战争，总共100个小时就结束战争。所以战前的准备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再看这个俄乌战争里面，俄罗斯刚开始，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大概也是从头到尾开始有这个讯息，到真的发动攻势，可能中间也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做所有作战准备。那这是我们看到美国对于要发动伊朗的攻势完全没有任何的战争准备，甚至于到现在林肯号还远在这个南海地区还没有过去，甚至于说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过去。所以我认为美国并没有真的要做好作战准备。或许川普有这种念头跟想法，可是军事上面没办法支持他发动这场攻势。第二个，我们讲说北韩这个，我觉得金正恩纯粹就是在蹭热度而已，真的这场在蹭热度。第一个就是说。
伊朗缺的不是陆军部队，北韩强的是陆军，他可以去支援这个俄罗斯打库斯克尔战役，因为他要的是陆军嘛。那其实伊朗来讲，自己本身不缺陆军哈，那你北韩强的就是陆军，那伊朗缺的是空军制空的能力，那你北韩并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金正恩这是纯粹就是在趁热度而已，他不需要你的陆军来支援来帮忙，他们自己本身的革命卫队其实战力已经够强了，那美军来讲也不太可能投入地面部队。那第二个，我觉得纳坦雅胡也是在打高空哦，这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你以色列空军是很强，没错，那你空军再怎么飞，你要有基地，你才能够飞进北韩去轰炸。如果你没有基地，你怎么进北韩？试想一下，如果说以色列的空军真的借到日本的空军基地愿意借给他，然后这个先不讲国际的这种博弈的关系如果说真的停在日本机场来讲的话，那你想想看，北韩会不会对日本动手？北韩这个导弹，它导弹打不到你美国，打不到你以色列，但是它打日本是绰绰有余啊。如果说你真的日本敢提供基地或甚至于南韩敢提供基地给以色列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北韩一定会动手嘛。所以我觉得纳坦雅胡讲这种话，说要派飞机去轰炸平壤，我觉得只是一个这种空话而已啦，这个根本不切实际。所以这两个人这个不管纳坦雅胡或者金正恩，都是金正恩是完全是在趁热度，趁这一波的热度，表示他在国际之间博取一个话语权而已。那纳坦雅胡讲的只是空话，我不认为这些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倒是后续来讲，我觉得这个目前伊朗来讲，它暴动的局势好像渐渐已经压下去了。那现在来讲，它领空也逐渐开放，可见呢，在中东这边局势慢慢已经开始缓和了。好，那如果我们就军事面单讲武器的话，也特别请教张将军，有关于空中，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是说红旗要送进去嘛，那伊朗还会再派米格29，能够挡住美以的军队吗？我认为要把这个红旗9B把它送到伊朗去我认为还有2个挑战。第一个，训练够不够？不是一过去你这样子人就会操作，就会使用整个系统，包含指挥、管制、共同作战图像，你有没有建制？那这都要经过训练。那你要送过去，最近要先过去，你能不能产生即战力？那这是个问题不是马上就能够上手的。那所以我来看这个红旗9B，可能中国大陆给伊朗的应该是新型的，那个射程可以打400公里，就跟我们所讲的，就跟俄罗斯提供给伊朗的。但是因为俄乌战争，所以现在俄罗斯没有办法提供给伊朗，那就变成中国大陆来取代用红旗9B，不然俄罗斯提供到 S400就好了。那伊朗以前也有 S300那 S300换装到 S400，那是驾轻就熟，顺水嘛。但是拿中国的红旗9B就不一样了，另外一种系统，你还包括语言的隔阂、人员的训练，这方面都是问题。还有第二个，电战。我们知道以色列也好，或者是美国要对伊朗动武的话，先电磁制压。那你在这个高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这种电磁制压，伊朗有多少的武器还有能够发挥它的性能，发挥它的反击的力道，那又成问题了。所以这两个，我认为就被伊朗就卡关了。训练跟制电之权，如果是掌握在以色列跟美国手上，那它能够发挥多少的威力？而且又是训练个半生不熟。对，那你这换句话说，所能够产生的防空拦截，我们叫防拦的效果就相对有限。那现在中国大陆联手印尼来卡这个 B52战略轰炸机，B52战略轰炸机如果不空中加油，它可以飞将近16000公里。作战半径是7000公里，是这样。但是今天好，它是二手到马六甲，不要走马六甲海峡，它从南印尼航路，就是我们讲赤道以南，就被南半球了，贴到印尼的南边飞过去，飞到我们也不要进入这个阿达曼海峡，那直接从印尼南边进入印度洋。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在印尼跟澳洲中间，那只是绕一个大圈圈而已。这是第一个就解决了。然后为什么呢？因为 B54可以空中加油，只要有KC135在旁边陪到了，那空中加油就好了，它就可以长边一直直接飞行，而且它的正副驾驶后面还有一个备用驾驶，可以彼此互换所以人员不是问题。那个空中加油让航程也不是问题，这是美国可以克服的手段。美国第二个克服手段呢，它在这个中印度洋有个迪亚哥加西亚，它可以进驻到迪亚哥加西亚。美国的 KC135、RC135，还有美国的西摇拐的空中霸王的运输机，还有美国的 B2 幽灵轰炸机，都曾经进入到迪亚哥
先前进到比亚克加基亚，这第二个解决方案嘛。我前进到地方，从那个地方起飞去轰炸伊朗就可以了，不一定要从亚洲过去。这是第二个解决方案。那第三个解决方案，他不要从亚洲过去，他从欧洲过去。在川普在第一任任期的时候啊，他直接从美国本土穿过大西洋，直接进入伊朗上空做威慑，他派2架 B-52过去，做一个战略威慑对伊朗。他从欧洲就过来了嘛。以前美国去轰炸利比亚是一样渠道，从大西洋过来 B-52，还有那个 BF-111就是这样啊。大家现在很简单，穿越地中海进入。我们知道从南边从叙利亚那段进入到伊朗了，所以它的 B-52可以有3个航线，而且我们只讲 B-52，还没有讲 B-1，还没有讲 B-2A，但是还有2个可以用的，我们只讲 B-52，所以美国的筹码还蛮多，蛮多就有弹性，它可以来运用。就算 B-52不能用 ，B-1B 跟 B-2A， 它可以弹性来交叉对伊朗的战略施压，或者是战略轰炸。它不是凌空的地毯式的轰炸，它是远距一个空对地的巡弋飞弹去炸伊朗的重要的军事设施或者核提炼厂，是这个样。所以他认为美国可以在这方面的克服。那当然，这个伊朗经过这些方面的。就从去年的6月23号整补到现在啊，是有一段时间有局部的战力，但来看还没有形成总体战力。这个是这个以色列跟美国可以趁这个时候对伊朗下手所要考量的对美以有利的因素。好，我们对美以还有什么有利的因素？等一下我们持续来看。那刚刚整理出来是有关于伊朗的战力，还有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部分的武器的协助之下有的战力。我们来看到美国手上还有哪一些牌？因为呢，川普他要再放话了，他说不排除要做军事行动。CNN 现在引述了多名的军事分析师认为说，美国接下来可能打的军事清单有几个重要的地点，一共是4个地方。第一个是军警指挥控制中心，第二个是有关于伊朗高层他们所住的地方，最后是关键盈利企业跟波斯湾石油跟能源设施。那现在美国在战备上有什么样的准备？我们首先刚刚提到的有关于林肯号航母的打击群，现在说呢已经紧急调往中东了，有没有可能1周内完成部署？现在是知情人士在做讨论的。再来就是战斧巡弋飞弹有可能精准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基地跟它的指挥中心吗？第3个是它的空对地的远距攻击飞弹，可以放在 F-15、F-16啊等等的战机，或者是超级大黄蜂上面来做发射。最新来自于华盛顿核心圈的情资也显示，川普已经准备好，他说对伊朗按下按钮，这个按钮是军事按钮还是在金融上面制裁的按钮还不知道。美国什么时候动手，还在等什么？杨老师怎么看？首先，我认为美国不希望打全面性战争，也不会打地面战争，就不希望另外一个伊拉克战争再出现，或者另外一个美国打的俄乌战争、美伊战争，那会变成一个消耗的无底洞。而且伊朗的混乱不只是会造成伊朗内部的混乱，整个中东地区甚至全球都会有一些恐怖主义或者是难民，会变成全球的这个灾难。那以现在伊朗的情势而言，其实我觉得是在控制中，尤其伊朗政府也暂缓处决他们逮捕的一些抗议分子。那这些人其实在过程当中是采取激烈的手段攻击政府的大楼，可是他停止就是执行，因为法院立即判了死刑，也是一个讯息，停止执行。那我觉得美国这边川普也是第一时间回应，那我们就暂停军事手段，但随时保持它的弹性。可是你看到刚才施明所谈到的，也就是林肯号在南海2个礼拜了，它现在正在开往就是波斯湾，预计最快也要5天以上的这个时间。可是林肯号到那边又表示如何呢？你接下来就可能会采取就是说打击飞弹或者是飞机的这种定点的打击。刚才提到了几个地点，尤其是像是原油设施、核子设施，或者是军事这个设施，或者是城镇或者是这些高阶军官或者是宗教那个最高领袖所住在的地方。那核子设施其实大概打过一遍了，那原油设施打下去，其实也会造成油价的这个影响跟冲击。那军事设施的话呢，其实你如果打了之后，你没有在地面上或者是其他的后续，其实那个成效有限。因此，
它如果不是用全面战争或地面战争，多半都是一种警告性，哦，然后呢，要求伊朗方面可能要对抗议不要采取太过激烈的这种压制手段。那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没有想法要去做一个 regime change，也就是要把这整个神权政府就是哈梅尼政府给拉下台。那因为现在的情势在缓和当中，同时中国大陆也在进行了交涉。对中国大陆而言，中国中亚到中东地区其实是它地缘政治上一定要顾及的所在。不再像是以前比较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呢，往往维持了观望。但这个关注呢，不会是军事的，而是比较是外交层面的。所以外交层面，你看到过去伊朗跟沙特之间的和解建交，都是中国大陆在推动。那这一次呢，可能就是在周边的国家给予伊朗外交上的支持，当然也同时希望伊朗政府在处理内部的抗议事件的时候，不要过于激烈。内部至于你将来自己如何面对改革，甚至这个最高领袖他已经87岁，健康不好，如何交棒，这是伊朗人自己的问题。但是过程当中，伊朗自己大概也知道，你如果要撑过这一段时间，以避免美国的攻击或者是整个内部抗议持续扩大，你要面对你自己的问题。不过要警惕有一点提醒大家的是，过去以色列他不会放过这个好时机的，所以现在在国际赌盘上已经在开盘，就是1月31号以前，以色列会不会先制攻击伊朗？过去发生过好几次啊。对。然后呢，当以色列攻击的时候，伊朗还击，然后这个事情就变成越来越扩大，然后美国就被进一步的卷进来。所以目前为止，我觉得是比较川普在放话，当然也有一点在遮掩他在委内瑞拉那种无法无天的行为，也有一点在表现出他美国的军力的强大，他接下来要拿格陵兰，所以伊朗的问题我们要看持续的观察。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外交的这个交涉的这个角色跟成效应该很快就会看到。我们是需要来看到，就是从去年乱到今年都还在乱的一个中东局势那么如今距离美国要对伊朗进攻，真的只差一个命令了吗？因为华盛顿邮报揭露了，华府呢还有中东的官员，他们几乎14日的时候是一致认定的，美国总统川普他即将要再度空袭伊朗。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午夜重锤吗？当时是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但是这一次呢，打击的目标就是要瞄准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米尼了。那实际的部署我们来看到华府跟中东的官员认定呢，可能日前就是要动手，但最后一刻喊卡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像是华盛顿就向盟国示警，船舰跟战机呢全面调动起来，还有卡达的这个乌代尔空军基地也收到了撤离命令，就怕一触即发，伊朗马上要对这个地方展开这个报复的行动。然后高阶的安全顾问，你们也都别睡觉了，熬夜待命，川普总统的随时的掌控。结果最后大家都在看什么时候呢伊朗会浮现火光，结果最后呢没有发生，因为有消息人士说川普在最后一刻他收手了，他没有打。消息人士点破呢，这个关键就是美方现在评估之后，他们认为光靠空袭是没有办法彻底击溃伊朗的，没有办法造成一个政权的更迭。那么川普的主要目的呢，还是要瓦解跟削弱哈米尼政权，那出手就要达到一击必杀的这一个效果。于是呢，美国现在等待林肯号航母到位，那斩首行动还没有结束可能未来2到3周都还有可能随时发生。而伊朗方面呢，只回应了一句话，他们的总统说，如果你敢打哈米尼，那就是对伊朗发动一个全面战争，这个是没有任何讨论空间的好，我们先请教舰长，现在等待林肯号的目的，安全牌考量是什么？那如果真的美国跟伊朗全面开战了，美军还可以像之前他们深入委内瑞拉那样子的这个兵毫未损，就直接把人抓到吗？跟伊朗这样真的打起来，要全身而退不太可能吧？的确是那其实美国只要想要对外那个用武的时候，美国总统的第一个想象就是我的航空母舰在哪里。可是如果说我们看最新的一个有关于在中东的一个位置的话，对不起，一艘航空母舰都没有。那所以他就把原来在南海的这艘林肯号直接的调过去。可是林肯号，如果我们来看昨天的位置，也就是星期日的位置，其实它连
新加坡都还没到。对，那它还没到新加坡，然后如果说我们来看这张图的话，它还要直接的跨过印度洋的话，对不起，那都是2个礼拜以后的事了。所以我们讲到说啊，这个熬夜也熬了，披萨也吃了，因为其实在华府是有一个披萨指数，没错。那披萨也吃了，但是空欢喜一趟。但是刚刚其实主持人有提到午夜重锤这件事情啊，也就是在去年6月的时候，其实它不止1艘航空母舰，那时候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其实有2艘航空母舰在这个在这个印度洋上，也就是卡尔文森号跟尼米兹号。那但是现在1艘都不烧，但是其实有一个动态，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啊，也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林肯号之外，其实布希号也在前几天出港了。那它出港其实是个意外吗？应该也不算是意外。如果说我们来看，这个是我昨天整理出来，除了福特号，因为它现在在这一个加勒比海之外，其他的美国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全部的现在的确切的位置以及最后一次部署到底在哪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尼米兹号它虽然在布雷默顿，可是它是即将要汰除的。那美军其实是保持着2艘向着太平洋，然后另外呢是有2艘向着这个大西洋。那其中我们看到的这个布希号就是其中1艘。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么多航空母舰上，为什么它好像如果我们这里标注的只是一个港口，例如说圣地亚哥的话，那就代表其实它并没有那个进行维修，它其实都是可以立刻生火待发的。那为什么没发？因为其实我们讲到，真正最重要的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是的，也就是航空母舰打击群一旦出去，那个消耗起来可是非常的可怕。那但是呢，我们来看到，实际上来讲，对于美国而言，那他在去年所发布的这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它其实已经慢慢的要淡出这一个中东了。但是他有特别强调，有关于霍姆兹海峡以及红海的部分，他要保持通航。那现在其实有关于伊朗的问题，就是霍姆兹海峡的部分。那霍姆兹海峡其实决定了整个中东油价的高低。那如果油价涨起来了，那今年11月这个有关于期中选举的话，川普大概就准备一败涂地。所以他现在就是紧紧捏着伊朗，但是他真的想要进入伊朗吗？其实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伊朗被渗透的胡说八道啊，那我们之前看到，也就是午夜重锤这个部分，连它的这个浓缩铀到底在哪里，大家好像都就是无论是以色列的摩萨德或者是 CIA 都很清楚。但是实际上来讲，现在哈米尼在上一次就已经动向不明了，这一次突然鸣鼓收惊，也可那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哈米尼正确的位置又无法掌握。是，好，我们继续来探讨为何川普总统他犹豫，最后一刻还是收手了呢？答案可能就是2个字哦，飞弹。谁的飞弹？伊朗的飞弹。因为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这个航天情报中心，还有国防情报局，他们都承认伊朗可能至少拥有14种弹道飞弹的变体哦。它的这个威胁度是很大的，射程范围涵盖整个中东。最大一款的威胁武器叫做流星3型的这个武器哦，它可以打到2000公里外的目标。所以不管你美军的中东基地啦，你的盟友以色列啦，不好意思，都在这个射程范围之内。所以如果美国轻举妄动，真的对伊朗发动了进攻，但是打了你，又没有把你打残，让伊朗还有机会呢发动这一个流星3型，那威胁到美国大兵或者是以色列盟友的生命安全，会不会这才是川普最大的一个顾虑呢？还有，如果真的如这个报告所说，伊朗拥有这14种弹道飞弹跟他们的变体，那现在等待林肯号就位意义还大吗？因为这个14号变体飞弹打过去，可能林肯号也在这个范围里面啊，拦不拦得住是一个问题。好，委员你怎么分析？流星3型要拦截不是问题啊，为什么？因为它是液体燃料，
液体燃料的装填时间起码要3个小时左右才能够装填3小时，而且它基本上不是移动性的，因为液体燃料装填的那个跟固体燃料可以机动性的移动不一样。那美国如果有足够的所谓的标准3号导弹，这或者是萨德导弹，应该拦截这一款还没有太难哈。那只是量够不够而已啦，量够不够。那同时呢，如果它有足够的战斗机空对空导弹也有机会拦截，所以流星3型并没有大家讲的那么可怕。反而比较麻烦的是数量很多的短程导弹，那个比较麻烦一点啊。你用那么贵的导弹标型3型或者标6去拦截那个，似乎不太划算啊，不太划算。所以美国这技术问题啦哈，美国要自己去考虑啊。重点是在于说，美国如果真的要打伊朗，应该是属于惩罚性的战争啊。什么叫做惩罚性的战争呢？就是我针对革命卫队的几个据点进行轰炸，对几个教士集团这些神棍的头们，大概有30个目标，革命卫队50个目标，总共就80个目标。攻击这80个目标不是问题啊。第二个，他攻击什么？趁机攻击伊朗的所有的弹道导弹的弹药库。弹药库啊。那这个在伊朗的话，美军所知道大概有20几个地方，攻击这20几个地方也不是很难，但能不能完全销毁是一个问题。可是不必完全销毁，也可以造成重大的伤害哈。那除此之外，会不会再攻击核设施？不知道啊，不知道哈。所以它能够攻击的对象很有限。第一个，它并不是要征服伊朗；第二个，它要斩首行动又跟委内瑞拉性质不一样，因为委内瑞拉就要处理马杜罗的目的是要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有委内瑞拉的石油，根本就不担心石油涨价，然后你伊朗又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不理你？那伊朗说如果哈梅尼被斩首的话，对，然后要发动全面战争，哦，这个伊朗总统就是光绪皇帝嘛，是啊。然后哈米尼就是慈禧太后，现在是满清末年，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对于这个伊朗总统，他当然要讲个体面的话。当然，那如果哈米尼被斩首了，最大的得利者就是他。为什么？因为从此慈禧太后的权力就归于光绪皇帝，他就真的当总统。他现在根本什么权力都没有，就是傀儡啊。因为伊朗这一套制度，这种神棍政权的制度是很奇怪。那伊朗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军啊。也不是以色列，这个都不是问题。伊朗不会因此而被打垮啊。那但是问题政权会被打垮啊。教士政权很可能这一次不行，下一次再来，下一次不行，隔3-5年再来，它就垮了。今天为什么伊朗会有这么严重通货膨胀？其实就是当时的跟以色列打那一场战争。以色列人家美国犹太有钱给啊，所以通货不会膨胀啊，控制得住啊。你伊朗谁给你钱？中国大陆不可能给你钱啦，俄罗斯不可能给你钱啦。所以你打一场战争，消耗一场战费，你的财政支出一扩大，通货膨胀就来了。那伊朗最大的威胁就是通货膨胀，就是货币贬值。这2个问题它不解决，它这个政权迟早会倒的，不可能不倒。哪有通货膨胀这样子的还能够存活下去？那你别看说革命卫队发动了几万人上街头啦，什么这个怒吼那个怒吼，它都没有用，都没有用。老百姓如果是在通货膨胀底下民不聊生，他迟早要起义的嘛，就跟满清末年一样。好吧，这个起义镇压住了，那个起义镇压，一下四川啊，一下子浙江啊，一下子哪里，你根本弄不完嘛，一下太平天国，真的，对，几次折腾下来就挂了啦。不，这种落后的神棍政权在现代社会里面，如果控制不了通货膨胀，一定崩溃。是。好，刚才蔡委员有提到，现在伊朗与其怕美国的飞弹呢，真的是要先稳住国内的局势比较多，因为已经各种抗议四处在燃烧了。但是川普他曾经多次对伊朗的示威者喊话：“你们坚持住啊，我们的救援就要来了。”结果呢，却是令人失望的，因为美国的援助还没有到，伊朗当局的镇压先到了。《时代》杂志就直击伊朗这些街头的人民怒吼啊，德黑兰的民众他们怒批啊，哎呀，被川普骗了，是把我们当炮灰了。那伊朗当局也趁着这波全面断网争取时间。
你表面上乍看是为了压制民意哦，它实质上是要抓出美国还有以色列他们在渗透的这个情报网，包括马斯克说要这个力挺自由的声音，所以呢，他把星链调到了这个德黑兰的上空，让民众都还有网络可以用。那这些德黑兰的抗议热区民众虽然可以用呢，但是也被这个反利用，因为伊朗可以用这段时间哦，找出一整串的美以这个通联的节点哦，把这些通风报信的料杯啊，全部都发现起来。所以川普煽风点火，却没有真的跳下来下场支援哦。现在船还在掉，还要等待一下。那受伤的都是这些示威者，反倒给了伊朗来这个处理谍报战啦、反这个亲内鬼的这个战前整肃的一个机会哦。所以杨老师，你怎么来点评现在美伊这样子一来一往的操作？这一回合，你觉得谁占了上风？川普点火，这个是真的。不只是《时代》杂志，《华盛顿邮报》也这么指责他。是，因为你讲了1个多礼拜，说美军即将上路，你们在继续扩大抗议。对，继续闹。那虽然伊朗内部是断网哈，可是它有很多的外界的这些管道传送资讯进去，也从内部得到资讯。因为过去随着伊朗在1979年的革命，然后转变政权的时候呢，很多往外到西方国家的伊朗人组织了很多的团体，有就是民间的，有媒体的，也有政治性的。最有名的就是巴勒国王，然后呢，后来他的儿子接班嘛。对。所以相关的这个资讯其实进入到伊朗内部，也的确带去了川普的这个呼吁，继续抗议，我美军马上要来。所以的确是我觉得后来拖了这么久的时间呢。那扩大这是一个因素之一，但你说川普在这边点火，其实火不是川普点的，火只不过让这个火再继续延烧一阵子。哦，那当然，哈梅尼后来说有数千人死亡，他如果说数千人死亡，我觉得一定破万，是可能10倍哦，真实数字10倍。真实数字真的不确定，一定是这个几倍于此。但是怎么点的火？那刚才蔡委员讲得很好啊，那神棍政权呢？3个层面呢，政、经，还有呢领导人。他这个政治从1979年到现在的整个制度哈，就这种政教合一神权的制度，46年的下来哈，其实已经到一个临界点。因为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最高领袖，对，而不是在政治权力，他在军事、经济、官僚所有的政策一把掌控。革命卫队只是军事，但他也做生意，他也搞走私。到后来，他就是被制裁，他所有的石油是革命卫队来控制海关走私的。那还有一个叫基金会，美言之为慈善团体，但事实上呢，大概伊朗每年的20%的 GDP 都进入到这些所谓的基金会，那在做各式各样的生意，那支持的教士集团。所以从何梅尼到哈梅尼，哈梅尼现在也就是36年了，所以他这整个制度哈，我觉得跟伊朗另外一个面，什么面？它有世俗的一面。它其实1980年就开始有选举，每4年的总统选举、国会选举，国会议员有290个，在196个选区，所有的提名人都必须要由最高领袖的委员会同意，是没错。但大部分不是同额竞选，也就是说会有一些政策上的差异，温和派、改革派，所以还算是有意义的选举，虽然不是真正西方式的这个选举，但长久下来，这种世俗化的这个诉求，跟神权政权、神棍政权，用蔡委员的用语，还是有一些，就当然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嘛。然后更不要说他们贪污腐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那第一个政治场面，那第二个经济都很简单了。那你到这几年，因为战争，因为制裁，美国的外部因素，当然制裁因素也是造成他的困境之一。那然后呢，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贪污腐化，经济严重的就是这个问题。那1美元大概现在已经来到150万里亚尔。然后呢，政治当然很简单，就是元首嘛。哈梅尼已经执政36年，现在87岁了。那他的接班人也不知道是谁，是他儿子、二儿子，还是何梅尼的孙子，也不知道。我觉得这次暴动里面会不会有一些这种派系因素在背后？有可能，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到底谁占上风？我觉得其实是伊朗现在持续的在把自己再一次的封闭起来，面临到他内部的失败。美国只不过继续的可能在去煽风点火，对，或者是让某个事情再爆发，
然后它可能内部就会再有一次类似这种抗议事件。到底怎么样出现，我们不知道。希望这个不会往外扩散，因为当伊朗乱，整个中东乱会造成很严重的冲击的。是。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